我们今天来到龙山寺捷运站，那我们现在就要用这台 GR4 HDF 来街拍，我就可以拍一些慢快门。很多人，嘿，左右有那个对称的构图，蛮不错的。耶！好，下一个地方。不知道有人去打电器，我觉得那边的光蛮好看。GR4 的 HDF 版跟标准版差别在镜头前面的滤镜 ，HDF 版是高光扩散滤镜，标准版是 ND 减光镜。那其他的画质啊、焦段这些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差异，它的快门按钮是有点银黑色亮亮的，后面这边有 HDF 的字样，然后按了 F1 就可以切换。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电子快门，速度可以到1/6000这么快。menu 进来之后啊，到第二个曝光设定这边呢，按到这个电子快门，然后把它打开，就是原本是不使用，但是你要把它打开，变成仅于高速摄影时使用，那它现在就可以到1/6000。都还没有遇到我心中那种很理想的间距，所以再等一下下。突然发现 HDF 好适合拍庙跟神明，他们就有圣光的感觉。我还在找有趣的歌。是觉得这样拍很像灵魂，很像灵体。伊藤润吗？他坐在这边真的有一种全家就是你家的感觉。红色蛮好看的。再补一张好了，帮我注意一下描述。我是摄影师啊，然后第一次晚上来这边拍照，这样子。好。可爱啊。很好看，好看，好看。啊，到再回来哦。啊，祝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怎么说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再走走看吧。
那个白色的毛毛。假如用 HDF 的话，就是白色的物体，假如有光的话，白色的物体都会有发光的感觉，所以它整个在发光。可以借我拍椅子吗？好，谢谢。等他出来，叫他给我逛了起来就对了。我觉得我用 HDF 之后，我会开始比较会去观察那个晚上的时候，然后一些人造光源的一些效果，在街头的时候会开始比较注意这个可能是我以前用一般版比较不会去特别想要拍的，但是 HDF 它那个高光旁边会有柔化嘛，然后我就觉得晚上拍的时候好像会有点迷幻的感觉，还蛮好玩的，像我在做一场白日梦的感觉。我还没出来。我用单眼在拍照的时候，我的构图就会好像有稍微比较四平八稳一点。但是我用 GR 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会去尝试一些比较奇怪的角度啊，或者是我的镜头机位可能会比较凹来凹去，试试看。然后我会把它试着比如塞进去各种缝隙里面，看看会拍到什么画面。然后这是我在跟用单眼装长焦镜头之间比较不一样的差异。所以我就用 GR 拍照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放松、比较好玩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人担心说，我买 HDF 版是不是我就减少了什么功能？它其实好像没有减少功能，反而是多了一个柔光的效果给你选择。比如说你喜欢拍朋友或是自拍、拍人像的时候，然后你想要本来就带有一些柔肤的感觉，然后或者是喜欢那种电影感的氛围的话，那你就可以试试看 HDF 这一台。如果你想要有柔光的功能，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直接装一个套头，然后前面再放那个柔光镜。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体积就会大概变这么厚吧。我就觉得减少了GR它本身的辨识性。我修图现在常常都会使用 Capture One 修图。那我发现HDF 版的照片导入进去 Capture One 之后啊，把它放大来看，会发现照片会变得有点糊糊的。那这是因为它的 Capture One 它有点判断错误了，它把那个光晕的感觉都判断成是噪点，所以它要把它降噪。那我的方法就是去 Refine 那边把降噪那边的数值全部都把它调成0。那调成0之后啊，照片都会清楚很多了。分享这个方法给你们试试看看。那你再把这个存成预设之后，直接套用就可以了。